中国人已经穷到开始抢垃圾了。这不是一句讽刺，而是真实发生在这个国家各地的奇观。在山东、河南、浙江、陕西，人们正在日夜忙碌地开挖陈年垃圾，把10几年前掩埋的腐烂生活垃圾重新挖出来，洗干净、分类，再运去焚烧。更荒诞的是，有些地方的垃圾场居然还要花钱买垃圾来维持运营。湖南的2家焚烧厂甚至被曝光，每吨垃圾要支付给物业公司50元的中介费。这不是科幻小说，这是2025年中国经济的真实写照。垃圾曾经是最不值钱的东西，但在当下的中国，垃圾成了香饽饽。这一切都只是因为中国的垃圾不够烧了。根据中国生态环境部2024年发布的生态环境状况公报，全国生活垃圾清运总量为 2.62 亿吨，而处理能力却高达 4.2 亿吨，产能过剩近 60%。每天的垃圾处理能力为 115.55 万吨，但垃圾清运量仅有 71.88 万吨日。产能严重过剩，意味着大量垃圾焚烧厂吃不饱，闲着没活干。于是各地开始到处抢垃圾，像疯了一样。山东2023年先后在济南、威海、聊城、日照、泰安等地全面启动沉腐垃圾挖掘工程，强行让焚烧厂吃饱。河南鹤壁为了让垃圾焚烧厂开工，把下属县区垃圾全部调上来，还从安阳拉来9万吨生活垃圾救急。浙江金华直接用3年时间开挖焚烧26万吨的历史填埋垃圾。陕西咸阳本地每天只产生800吨垃圾，但垃圾焚烧厂日处理能力是1500吨，只能靠省败掉或勉强维持运营。陕西汉中焚烧厂每烧3个月垃圾就得停产1个月，藏库存。如此荒谬，却是真实存在的现实。根据120研究院的数据，截至2025年，中国垃圾焚烧厂的平均负荷率仅为 60%， 意味着 40% 的产能长期处于闲置状态。全国2138座垃圾焚烧炉中，超过100座全年有一半时间在停工。别说什么环保和循环经济，这些高大上的词汇，在现实中全成了空转的工业噩梦。华商韬略的调查显示，陕西蒲城一年能烧18万吨垃圾，但实际仅处理13万吨。咸阳新建的焚烧厂设计产能1500吨日，但本地产出仅800吨。全国至少有一半焚烧厂吃不饱，部分甚至靠省级调配供垃圾维持生存。中国垃圾焚烧厂多到什么地步？根据公开统计，全世界垃圾焚烧厂2100多家，中国就占了一半，超过1000家。这就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患者，身体早已虚弱，但医生还在给他灌药打针，拼命增强抵抗力，最后只剩一地药瓶。你以为这些焚烧厂真的是为环保而建？错了，背后全是一场披着绿色外衣的政绩游戏。从2003年开始，中国开始将垃圾处理开放为民营特许经营，并鼓励垃圾焚烧发电项目，政府给补贴，电网给高价，银行给贷款。到2006年，国家再推可再生能源补贴，垃圾焚烧一跃成为地方最热的盈利项目。于是，从市长到环保局长，从城建部门到金融资本，一窝蜂的上马项目，一地鸡毛的结束收场。各地为了达成 KPI， 政绩导向，疯狂推动垃圾焚烧项目，不计成本，不顾实际。结果烧垃圾的厂比垃圾还多。2023年，中国新增55个垃圾焚烧项目，而生活垃圾处理率早就达到 100%。最夸张的是，2019年河北省一年招标了37个焚烧厂项目，全省几乎每个地市都要建厂。焚烧厂越来越多，垃圾却越来越少。这
就是中国政策的荒诞，扶持产业到最后连原材料都没了。一个更扎心的事实是，垃圾量变少，并不是因为中国更环保了，而是因为中国人更穷了。垃圾本质上是消费、生产、物流的副产品，而现在中国经济正在全面收缩。2024年中国生活垃圾清运总量是 2.62 亿吨，比2023年仅增长不到 1%。这一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官方宣称的 GDP 增长。2013年之前，垃圾年增幅超过 10%， 如今增长几乎停滞。旅美经济学者黄大卫就指出，垃圾减少是消费降级、经济活动停摆的另一个版本。人们不再买东西，不再包装快递，不再装修、聚餐、送礼，于是连垃圾都减少了。垃圾不够烧，其实不是一个环保问题，而是中国经济深度内卷、结构失衡、政策失控的一个缩影。这场全国抢垃圾的荒诞戏码，其实是3大系统性危机的集中体现。首先，体制内疯抢 KPI， 泡沫靠补贴堆起来。还记得光伏行业吗？2015年前后，中国疯狂扶持太阳能面板制造，推出一轮又一轮补贴政策，于是厂商如雨后春笋，一时间全中国上百座光伏园区拔地而起。然后呢？2020年起，补贴退坡，欧美市场设限，内卷加剧，数百家光伏企业倒闭、跑路，债务烂账满地。今天，垃圾焚烧厂的命运和当年的光伏厂如出一辙。一个项目只要是政府支持、带电的绿色项目，就能拿地、拿钱、拿政策，于是政绩导向绑架了市场逻辑。地方官员为了“13.5”、“14.5”考核 KPI， 项目先上，需求再说。谁管你这城市一天才几百吨垃圾？谁在乎3公里外还有一家焚烧厂？反正只要能烧就上马。这不是市场经济，这是被政策拉扯的扭曲的畸形竞赛。就像电动车产业，如今已经把科技春天烧成了价格地狱。其次，产能过剩到连垃圾都没地方消化。据统计，中国电动车产能利用率不足 50%，2024年全年销量增速首次低于 5%， 而当年全国投产与在建电动车工厂超过180家，就连比亚迪这种头部企业都在2025年一季度宣布放缓扩张，未来更是在2024年 Q4 巨亏67亿元，创历史单季亏损纪录，连魏小李都开始裁员、合并、求活。与电动车相比，垃圾焚烧产业的悲剧只是个开胃菜。电动车产能过剩，降价内卷倒闭潮；光伏补贴退坡库存堆积烂尾潮；垃圾焚烧原料枯竭无工可开，产业空转。这背后是一套标准的中国模式，先让政策造泡沫，再让资本来接盘，最后让百姓埋单。最后，数据造假失真，垃圾量成真相稀缺时代的参照系。中国的经济数据还有多少可信度？这个问题在2025年愈发成为公开的疑问。当 GDP、就业率、CPI 都被严重质疑时，垃圾量反而成为一个另类参照。有学者指出，一个社会的垃圾产量才是真实经济活动最真实的写照。不消费、不快递、不装修、不聚会，垃圾自然减少。比起华丽的宏观经济报表，垃圾才是最诚实的经济信号。2024年，中国垃圾量增长仅 1%， 而官方宣称 GDP 增长 5.2%。这两个数字的差距让人冷汗直冒。如果连烧垃圾的工厂都活不下去了，中国人真的还敢相信消费强劲、复苏有力这些口号吗？别以为这是资本家的笑话，其实最可怜的是一线员工和地方百姓。在河南、山东、浙江的焚烧厂，很多基层工人被临时解雇，
工厂开1天停2天，生活难以为继。部分垃圾处理厂背后的投资方是地方融资平台，如今项目亏损，债务违约频发，百姓存款都在埋雷。中国人甚至无法确定，今天家小区楼下分类回收的垃圾是否已经被介绍费50元1吨的黑手中介偷偷转卖，成为某地焚烧厂的救命粮。环保早就不重要了，经济没钱、没订单、没消费，生活节衣缩食、缩水缩电、缩垃圾。或许有一天，当我们回顾2025年的这场垃圾争夺战，我们不会觉得好笑，只会感到心酸。它不是一个产业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国家发展模式的镜像。当一个国家连最基本的垃圾处理系统都陷入无垃圾可烧、抢垃圾求生的混乱中，那就说明市场不再是资源配置的主导者，政策绑架了企业的命运。内卷已经蔓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，连垃圾都在内卷。如果还在等待经济反转的人们，不妨先思考一下，还有多少行业正在走向垃圾焚烧的宿命。下一个是电动车、光伏、风电，还是普通人赖以为生的职业和生活？这个国家的困局远比想象的更深、更沉、更不可控。